难呢？就是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开始做连续的 S， 在陡坡的连续的 S， 那我就会叫你那个旋转要少一点点，就是 heel side 的旋转，要稍微往下多一点点，让它圆一点，圆一点的话就会比较好，就留住一点速度。对，会比较好，比较 smooth 一点，压力会比较分散一点。可是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的换刃跟旋转同时发生，才会做下去。换刃跟旋转没有，那纯粹是你的重心跑出板外了。只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在还没蹲之前，我就先往后，你比较直，对不对？你比较直的话，你其实倾倒比较多。你倾倒多，你就往后倒。Walking tightrope, say the lightning like how you move. I would swim across the ocean to hold on to you. I don't know where you've been, fell right out of my head. A dream, swear you're made for me, making my heart a mess. 你本来是刹车的时候是有点离人嘛，然后我今天要走的时候，我把它往这边倒。你看我这样往那边倒，是不是板子会变得比较跟雪面平行？所以这样 edge 会变少。edge 会变少吗？你本来是站着立人，我要出发了，我现在要出发了，我出发，我往下倒，我的 edge 会变吧，我的 edge 会变这样。heel 的 edge 变少。对啊，托赛也一样，托赛我今天反过来，我今天我小时候我要后面3下，我要出发了，我要转 heel 赛了，我先往后面倒，我板子我本来是托赛这样立着，斜面在这里嘛，我本来这样立着，我现在要出发了，我往3下倒，我板子是变这样，这样是比较偏心，这个有感受到吗？跟晚上在倒蛮可怕的。对，会可怕我知道，可是我是说这样做会让你 edge 比较平嘛，它的目的只是要让 edge 平一点。我是早点换刃，这个是换刃，也是啊，你平一点，你一定要先平板才能换刃嘛。所以你要做early edge 就直接换过去了。中间一样会经过那个平板了。所以如果你可以先倒一点，那这样就会先变平板了。这样你离early edge 就近一点了。你就可能就可以先换过去了。那假设今天是连续的 S，那如果你今天滑下来的时候，你敢在刹车的时候往上下倾倒一点，刹车的时候，对，刹车的时候如果你敢往上下倾倒一点，那是不是一样就板子不会立这么高？对不对？那这样一样有那个不会压力太大的问题嘛？就不会有那个力太高的问题嘛？你今天转过去刹车的时候，你稍微往下倒。比如说转 heel side， 稍微转过来 heel side 的时候，我就做一个这个。这样是比较那个。所以在前一个刃的时候就已经往3下倒了。前一个刃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前一个刃就是比如说不是就是刹车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今天2个 C 的中间，对，这个 C 这个收弯这个时候，你就往3下倒一点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接下一个弯了。那你就 H 都没有立起来了，对吧？那你刚刚做那个，我刚刚叫你做那个，我叫你蹲下去嘛，这一样是上半 C 嘛，上半 C 以这个地方你先做这个蹲下去摸 high back 这动作，那其实你有折腰吧？有折腰嘛，所以你的头是会往前，对，所以一样是往3下倒。对不对？我那时候还以为说不要那么弯腰驼背，是要背要直一点，所以我没有你背直跟你弯腰是2回事。我弯腰我背一样可以直啊。可是我一直说，你今天蹲下去，膝盖弯下去了，腰也折下去了，你整个人折到最扁了。这个时候你其实腰是往前的嘛，你头是往前的。对啊。所以 edge 自然而然就会比较也是低的。对不对？一样是低的嘛。但是你如果蹲着做这件事情，你比较敢做。对啊，因为这样子很难蹲啊。你站直直的，你往前倒，比较恐怖吧？那你蹲下去是比较敢，而且自然会有一个弯腰，就自然会有一个。比较板子比较平嘛，自然会有一个往前倒一点点。那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叫你滑1秒？因为如果你像你一开始在滑的时候，你去摸，你摸到了，你摸完以后就倒下去了。那表示你的整个重心还是偏板子后面一点嘛。这样我理解。那如果你可以撑1秒，表示你有抓到平衡感。那个平衡感是你自己要去调整，你自己折叠的角度，你自己的头多少，它是一个综合的角度嘛。那你的重心只要回到板子内。你的 center of mass 只要可以回到板子内，你就不会倒。重心在板子外就会倒。对啊。
所以都是在抓重心嘛。对，所以你发现你会倒，就表示往后倒坐下去都是在偏外面。就稍微腰再弯一点点，去补一下。所以当我觉得我丢下去的时候，我不能太这样，因为这样子重心就会走到那这样重心是头吧？你指的是头吗？所以不可以太这样的话。对。可是这样不是头很重吗？这样是头出去反而往上下掉啊。如果你今天纯粹坐椅子，就是我直接这样做，这样重心到哪？就是一样是屁股没错啊，可是这样会离开板外的。我会离开这个外面。所以你这边如果出去了，你这边要补一下，这样才会再重。但这东西很抽象嘛，就是你当然想要这样做，可是你做不做到是一回事，所以你就直接去练那个，就是蹲着的时候，蹲着的时候直接推一下，推个1秒钟，你自己就会做到那个平衡。你练多一点，你就做到那个平衡。你只要可以蹲着推坡，那就 OK 了嘛，那就不是跌倒了。对啊，你就用这个慢慢去感受一下。那蹲着推坡练完以后要练比较不要那么蹲的推坡。没有，就这样就表示他抓到平衡感了嘛。那他之后每一次的那个收弯、第二赛他都可以蹲一下，让他自己不会跌倒，然后再去做下一个弯，再起身做下一个弯，那就不用蹲那么久了，就蹲那一下，就只是把那个压力释放掉而已。对不对？就是刹车刹好而已，刹好就不用太久了。他现在只是在练平衡感，就跟我们练落叶飘一样，要先抓到平衡感。对，你要先可以一直落叶飘不会跌倒，这样才算练成。这个只是一个蹲着的姿态的落叶飘，所以蹲着的时候也要找平衡感，站着的时候要找平衡感。只是以前都没有练蹲着的，以前都只有站着的平衡感。对。只要蹲的平衡感你有了，你就可以开始做很多种折点，你都不会跌倒。对不对？所以这跟昨天讲那个松雪的那个也有关系啊。我们松雪遇到一些奇怪的情况，你一样会蹲低嘛？对。但如果你这个蹲低的时候，你的重心跑去板外了，你就一样跌倒。对啊。如果你这个做习惯了，你蹲低重心也不会到外面去，那这样你在小水那边这样蹲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自然会用你的身体跟你的头什么的，你自己会去抓那个重心点。对。所以你多练这种 up and down， 这也算是 up and down， 就多练这种东西，只要让你的重心都可以在中间，在板内，你就都不会倒。OK， 好。对，就再练练看。那一开始一样，就是要怎么确认自己有蹲下去，对吧？手还是点摸和背，比较准，不然你不知道自己有蹲。大部分时候都是你以为你有蹲，但其实你没有蹲。没有蹲。对。确实这样觉得蹲比较好。蹲很多，对你之前现在这样蹲很多，刚刚看就知道了嘛。慢慢练下去就很好，就真的有蹲下去。因为他平常都站直。对。他都不太蹲。对。这样就确实觉得蹲蛮多。对，因为会差很多，必须要摸那个。会差很多。好，我们快。对吧？摸之后还是做不到。对啊。为什么想错？我一直以为这样子就是屁股会开。因为它就是重心要在板内啊。对啊。是啊，滑雪板就是从一个这个就是个定理，就是重心都在板内，才不会跌倒。但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有速度。有速度的时候就可以倾倒，就可以短暂的离开板外。有速度就可以，只要有速度就可以。可是滑这边刚刚我们在滑的时候没有速度嘛，对啊。然后你可以做那种很流畅的练习的时候，就可以倾倒，就可以出去了。但你速度慢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出去。对啊，我在练。在练卡比。对，可是 P.O. 站我都撑不太住。